以后一定会出现海量的老人要来租，到时候你手上只要是个电梯屋况怎么样，我看都相当有机会，都相当有机会。这个电梯就是刚需，真正就是刚需。我们年轻人北漂或是干嘛，然后租个公寓，这个没关系。以后的公寓租客大概就变成这样，就是年轻人然后做分租，然后干嘛没的。那你老人要出租要干嘛？他也不是什么老害公害有没的，他就是年轻的时候没有想说要买一间电梯起来放嘛。现在的话先用租的。那一租，大家在市场中他就跑出来了。他不是那种，反正老人租客我也租过，也遇过。我必须要诚实的讲说，有所谓的优质老人优质老人客户，他很优质啊，他没有什么，他就是可能人生做了一些错的决定借钱给兄弟姐妹，结果怎样，就导致他现在这样，谈吐什么的也都 OK。那我们就是祈祷自己不要变成这个样子嘛。那你现在还有能力慢慢累积1间2间的电梯起来，就累积嘛，你自己以后也住得到，为什么不？难道你觉得未来的公寓会突然变身成一个什么超级厉害的东西吗？很难吧？55万户老人住在，你看55万户这么多这些老人他们每天爬那些楼梯爬上又爬下，怎样？他是有快感把它换成电梯啦，电梯就是我们台湾不是台湾啦，全世界老人的什么刚性需求刚需。房贷一族拼买房，65岁人口突破20%，银发宅缺口125万户，房贷一族怎么自保？这个等一下你会看到很多很惊悚的数据我自己看的是哇。先说结论等到2040年。台湾每3个人就会有一个老人，很快就来了都等得到，我等得到，你也等得到。我建议你可以一起跟我一样提早准备。嗨，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我们上一支影片讲了什么40年电梯大楼能买吗？如果你还没看过的话，可以看一下。那今天我来跟你讨论超高龄社会会怎么影响房市，真的是超高越看越恐怖。这次我们就来聊说看空一族最喜欢讲的，台湾老人越来越多，年轻人都不用买房子我就等继承，然后继承拿出来卖，所以房子会崩怎么样的。他们来说这个东西可能就是看热闹嘛，但像我跟你这种已经正在背房贷或是即将要背房贷的人，我们就不能这样子草率以待，我们就要认真的思考未来必定会发生的事情，这太明白了，这是未来必定会发生，然后要及时的做出应对，从现在开始就要准备了。好，那我们先来讲说超高龄社会什么时候会发生。 WHO 的定义是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达总人数的2%总人口数的2%，这也很夸张，65岁那这是什么时间点呢什么时候我们台湾会达标呢？有点恐怖来，就是现在现在你看我框起来的地方，预计今年的8月或9月可望破 20%， 台湾正式进入超高龄社会。我们还有几集可以逃？没有了现在这一集就是了，很夸张了，来不及耶。所以你看到这支影片的时候我们已经正式进入了超高龄社会也就是65岁以上总体人口的 20%。我们也来看一下未来的人口结构变化。来，你看红线的地方，这红线指的是65岁以上的老人2024年的时候比例是 19.2%， 对不对？那看也知道会超过，然后在2040年的时候会多少？会是31耶，15年后15年我跟你应该都还没挂吧我们都得得到到时候台湾每3个人就有1个人是老人再过10年到2050的时候这样2050我们可能还没退休吧反正2050我跟你也是老人了，就这样了那高龄族群的时候，你看我跟你都是高龄族群的时候，整个社会会有多恐怖？会有 40% 都是老人，40% 很恐怖呢。可是举头一望全是老人怎么办？那个博爱座根本不够用以后那个正常座位才是稀有的，你知道？好，那到时候的电梯大楼会变成什么？会变成基本人权，你相不相信？因为现在就是啦所以你要知道现在有多少老人还住在公寓这血淋淋的现实啊，我们也来讲一下。我先说我现在看到的数据毕竟是经过整理的数据，
如果你有更精准的数据的来源那欢迎就跟我讨论一下。那我们来讲一下，现在满65岁以上还在住公寓的老人到底有多少？我们这个命题是干嘛？就是说65岁是不是老人？是，可能你叫他老人他不高兴但就是嘛你就可以领那个什么敬老卡，你还不是？然后住公寓有怎样嘛住公寓要爬楼梯啊，对啊，爬楼梯啊，而且65岁以上大概不太有什么工作能力了所以说65岁他有电梯大楼可以住，那他就有电梯可以坐。如果他65岁以上他还在爬公寓，那大概就要爬到要去住老人院为止我的命题是长这样。好，来65岁以上现在在台湾还在住公寓的老人到底有多少？我未看先猜，你应该都知道几个，对不对？你家亲戚就是甚至你爸妈现在就是。我们来看这张表，照顾一下 Podcast 的听众，我来简单讲一下2023年65岁以上总人口有418万人，并且有 13.2% 的人住在无电梯的公寓。你看起来好像不多嘛，好了，我们来换算一下，418万乘上 13.2% 等于 55.29 万，有超过55万的老人还是住在公寓里耶。55万刚好是什么？刚好是整个新北市板桥的总人口数，那差不多啦。也就是整个板桥，只要你到了板桥，你路上看到大的、小的、年轻的、老的、男的、女的，全部都还是住公寓的状态，就是台湾的老人，很恐怖55万呢。那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数字。这个根据 MIC 的预估，现在全台湾有410万户是什么？屋龄超过30年的老公寓，反正老屋就多嘛，尤其双北真的很多。但是2030年银发宅需要多少？125万户。也就是说，未来银发宅绝对是怎样供不应求的供不应求。你以为建商在盖很快来，你来看这篇的标题就好。全台29年来最大的交屋潮，2024年始造量破13万宅，恐涌巨大卖压。你看就是台湾岛创岛以来最大的交屋潮就是2024年13万户然后新青安之乱什么有没有？好，13万户就算是最疯狂的2024年最大交屋潮13万户建商交屋也来交13万，然后我们在5年后需求是125万，每户你知道就是来不及，你知道。最后你要知道老人的需求将会怎么影响未来的房市。这个未来真的不是什么10年后20年后的事情，这个未来就是你就这样抓了2030了，2030那些老人就会跑出来了，没办法爬不动。好，我们就来讲一下这个状况将怎么影响未来的房市。先说一下政府并没有摆烂政府没做事例如说新北市很早就实施了什么高龄友善换居方案早就有相关政策了，就是说提供65岁以上的长者或是身障人士换居到社会住宅的选择。就这样听起来不错，社会住宅对不对？终于有个那个漂亮的用武之地成效怎么样？非常差。好，来看我划线的地方，目前申请区域已扩及新北市16个行政区，截至今年7月，共有99户提出申请，累积已媒合实践，数量乃全国最多。夸张这么大，新北市10个媒合成功，你怎么会觉得你是那10个之一，对不对？你平常在那边按电梯的时候，你要下楼你就按下，你都不知道是左边先上来还是右边1/2你都猜不到，你怎么办法去争取这种这么夸张数量，可能几千几万分之10个媒合成功，然后还是全国数量最多？对啊，这个很夸张啊！如果是一般公司做出这种 KPI， 我靠，这一定是要调官的。好了，背景知识补充的差不多了，前面就是震撼的数据冷冰冰的数据反映的是血淋淋的现实。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讨论一下，我们房贷一族该怎么因应这个状况，看自己是否需要做一些调整我们就要为自己的养老负责，为父母的养老负责嘛大概就是这样所以我们要谨慎一点。我的看法是这样以现在老年人口的成长速度来看，你继续持有老公寓可能不叫做好的选择。当然如果你是蛋黄区有什么都更有什么重大建设题材那就在研究。例如我们上一集提到的亚洲新湾区高雄要弄那个亚资中心金融示范园区，你在那边有公寓，那你不要卖你卖你买不回来，你知道那你还是可以留着。那如果你是一般地方的话那你真的是考量。这边讲一下我讲的留着
指的是像我们爸妈那一辈一样哦，一报就给他报到20-30年哦。不是说什么什么那个房地合一税满了我们就卖，不是这样哦，一报就是20-30年的这种。但是如果你是蛋壳区或蛋白区的公寓，然后附近也没有什么重大建设，那可能就要考量一下退场的时间了。因为老公寓啊，将来会越来越不吃香。如果你没有都更题材的话，而接下来可能会崛起的是什么？就中古电梯大楼。2房或3房都不重要，为什么？有电梯啦，就是有电梯啦，电梯就是刚需啦，真的就只能变成这个样子。2房的原因是现在很多子女也没有要跟爸妈住，所以长辈住2房 OK 啊，没什么问题，总价也比较低嘛。甚至你可以考虑怎么样？如果你实力有够，你直接帮爸妈弄成银发宅，就是我们在退休宅那一集讲到的。如果你还没看过的话，可以看一下就点一下右上角。那么改插座位置啊，改扶手啊，调整这个门宽之类的。好，那你这间房子用来出租给老人就会怎样？超有优势。他们没得选嘛，对不对啊？我当然知道你不会想要把房子租给老人了，但台湾就是已经进入超高龄化社会，你知道，未来你就是越来越频繁，你会遇到老人来跟你租房子，不然就是跟他儿子女儿打好合约然后约法3章，安诺都安诺，就这样。遇到老人来跟你租房子，那人家不是说如果无法拒绝他，那就享受他那我们既然已经知道未来的租客应该海量的老人，因为你手上的是有电梯，然后他还在住公寓，海量的老人，我们就提早先做准备嘛，不会有什么坏处。我也没叫你一定要去租给老人，而是这东西叫做必定会发生这个不是什么什么黑天鹅事件，这是必定会发生的事情，想一想就知道了，提早先做准备。老人也不是全然的惨，你知道，老人也是我们考开嘛，喝谁看起来也是。而且老人在租房子当然那阿萨布鲁在破坏市场那群废物，我们就不要理他，老害我们就不要理他。还是有那个就是还是留着上一代观念的思想的那种，就是好好与人为善然后公平交易，然后不欠租金，这种老人还是有的我也有听过，就有几个朋友有租给老人家，还不错还不错。大学教授退休，这有什么问题吗？那不是一个什么怪人的话，租啊没什么问题就这样啊。为什么要搬就是公寓，然后现在来换到电梯电梯先住一住之后可能还是要自己自产，不是说他都没去买那个房子，以前就有配宿舍买什么房子就是这样，然后就搬到外面去住看一下，住习不习惯，这种我就会认为没什么太大问题。优质老人优质老人优质的老人应该是没什么太大问题。但是我现在不需要去面对这些老人租客，所以反正如果再有遇到我有那个交战的经验呢，我会再来拍影片分享。那你自己想想看嘛，你要不要预做准备，还是你要让你自己或是你的父母变成那个优质老人然后去外面求爷爷告奶奶要租一个电梯，然后大家说你那么老我不租给你，没必要了。现在就把它提早准备起来，我们现在是还有时间真的是有时间而不是说什么下个月就要考大学了，我靠你让神仙难救，这是什么考？你要换脑比较快现在你看我们往后拉，我们就直接看到2030年，你要存个头期款还是干嘛，去买一间有电梯的小的2房中古都没关系，都还有机会。不要等到未来这个老人海量出笼，然后市场竞价水涨船高，只要是有电梯的大家都 OK 的情况之下，那你那时候才房地产市场就是这样，就是蚂蚁雄兵，有没有？就是市场一窝蜂人要干嘛的时候，那个一般民众才会跟。那现在就是你看3房电梯2房电梯，人家说不要屋龄好高那边讲等到以后他没得选的时候怎么办？对不对？那个市场的氛围一出来，你又抢不到好东西了。我们现在都叫还有机会就为我们自己未来也预做准备嘛就是有电梯确实是好，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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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的。我爸妈之前在讲说爬楼梯没关系，就慢慢爬现在有电梯可好爽就这样我们叫他爬楼梯就是不要就是你不是要慢慢爬没关系，好，那我先坐电梯上去，你慢慢爬，不要这个有电梯的爽尤其是年纪有到了的时候才体会得了。对讲个题外话，就是现在的房地产市场很冷清那让你感到害怕，不太敢继续置产。我的看法是这样先说结论，现在是对高雄市低总价的中古屋而言，教科书级别的巴菲特，别人恐惧我贪婪时刻真的我没胡乱因为高雄市的重大建设跟民间投资跟工作人口都还持续的在盖在成长，都没有停。
2026年开始会陆陆续续的启用或是开幕，而且像台积电的正式上班人数嘛，也都还在成长中，还没有完全发酵。以现在的自产周期要出租放生满5年来看，现在真的是比去年疯狂的去年还要美的进场时间点，我认真我这种重大建设旁中古屋的流派就是这里好，赚不是最多但是稳健到爆，天塌下来了有预售屋顶着嘛那我都还持续在看呢，你不用怕，因为我们的目标是老了有房也有钱关税台币升值就不过是30年自产周期中的一朵乌云而已，安啊。北高雄、南高雄自产中古屋就找台湾房屋美术资讯店林店长处理，赖就加小老鼠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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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个 go 加这个赖来慢慢看 po 给你的房子都挑过都有战斗力的，反正天塌下来了有预售屋顶着了，我们中古屋真的是非常的稳健安啊。台北市、新北市自产就找肖店长，赖就加小老鼠掰台北直接看低于实价登录的房子。最后请你购买我买房阿元的 YouTube 频道会员我会挑出能够拉抬房价的重大建设我的高雄自产作业就直接给你抄，1个月250块钱，自产高雄之前上个保险非常的便宜。你有购买会员的话，就我回答问题会详细也认真很多那通常会用到录音去好好讲，这样没有买的会员我就简答。老了有房也有钱，这个目标才是我们的追求。现在就点开资讯栏加入会员，直接开始抄作业。我是买房阿元，加入会员，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讲故事跟你分享一位会员的故事，如有雷同那就雷同这次要讲的是 Alan 的故事。Alan 这名字超滥用的，你不觉得吗？一间公司Alan 3-5个，到底叫哪一个？然后后面还要带姓氏 Alan 陈Alan 林什么一大堆。这取名字慎选啊，就不要再取 Alan 了，那造成大家沟通有一些障碍。好来，这个 Alan 手上有一间老旧的公寓在出租是爸妈留给他的，就那种很典型没电梯楼梯间脏脏丑丑昏昏暗暗的老房子。他本来没有想太多，反正每个月收租金补贴家用就好，日子还算好过。可是最近Alan 就觉得这个事情不太一样，因为前几天有个房客就搬走，他就一样po 591，没想到打来问的很多都是老人老人家，因为公寓就便宜嘛便宜要爬楼梯便宜嘛，便宜就会有他的客群那有一个阿伯看起来至少70，一走进门光爬到3楼气喘吁吁，还跟他说：“哎呀，你这厝不错。”他就是要爬楼梯这样。好啊，你也知道这是公寓，你来看，他爬再来嫌类似的情况到后来陆陆续续就一直出现，反复出现了。来看房子的老人不是膝盖不好，就是爬那个楼梯很辛苦这样，然后就跟他杀价标准作业流程先杀再说杀价统一的理由都是什么这些没电梯没电梯。他心里听得越来越不是滋味就是说奇怪，我这个就是公寓，你也知道你才来看的，用这来跟我砍，那心里听得越来越不爽他就想说房客不同的年龄层这个需求好像真的就不太一样。隔天上班的时候，同事聊到最近新闻上说台湾已经正式进入超高龄社会，老人越来越多，还特别提到未来适合老人的房子会越来越抢手。 Alan 听到以后就觉得那我的房子以后是不是就会变得不好租啊？因为我是5楼公寓要爬楼梯。所以接下来的日子 Alan 一下班就在网络上开始做功课，然后他发现不只是电梯大楼很热门，还有一种梦幻逸品叫做专门设计给老人住的银发宅，不是那个不是养生村而是那种是银发宅现在有一些建案会标榜，连浴室门口都有无障碍的设计，甚至有紧急求助系统，让他就想说那我现在不做点改变，会不会以后我的房子要么很难租，要么能够来租的想要来租都是这种老灰啊，老灰啊又很麻烦这样那怕他爬个楼梯气喘吁吁，或是下楼梯的时候摔一次就好租金就中断。他就问我怎么看，我就跟他讲说这事情也不用猜了，没什么好猜，未来叫必定发生。而且老人会像都心移动，你知道吗？就是从蛋白就是要挤到蛋黄区来，为什么？因为他们要医疗医疗的资源跟太老就不给开车了所以就你医疗资源附近的反正就蛋黄就对了
那必定发生。就跟他讲说你考虑一下怎么做嘛。那我跟他聊天的时候，他也还没有做决定，因为如果他要改装这间公寓的话，要花蛮多钱的，到200-300那改完之后怎么样？依然没有电梯，对不对？那要卖的话，现在也不是个好的时间点，所以他也还在想总之就是这样。我们现在面对的这个老人租屋还不够旺盛啊，以后一定会出现海量的老人要来租，到时候你手上只要是个电梯屋况怎么样，我看都相当有机会，都相当有机会。这个电梯就是刚需，真正就是刚需。我们年轻人北漂或是干嘛，然后租个公寓，这个没关系。以后的公寓租客大概就变成这样，就是年轻人然后做分租，然后干嘛要没的。那你老人要出租要干嘛？他也不是什么老害公害有没的，他就是年轻的时候没有想说要买一间电梯起来放嘛。现在的话先用租的，那一租大家在市场中他就跑出来了。他不是那种，反正老人租客我也租过，也遇过。我必须要诚实的讲说，有所谓的优质老人优质老人客户，他很优质啊，他没有什么，他就是可能人生做了一些错的决定借钱给兄弟姐妹，结果怎样，就导致他现在这样，谈吐什么的也都 OK。那我们就是祈祷自己不要变成这个样子嘛。那你现在还有能力慢慢累积1间2间的电梯起来，就累积嘛，你自己以后也住得到，为什么不？难道你觉得未来的公寓会突然变身成一个什么超级厉害的东西吗？很难吧。55万户老人住在，你看55万户这么多这些老人他们每天爬那些楼梯爬上又爬下，怎样？他是有快感把它换成电梯啦。电梯就是我们台湾不是台湾啦，全世界老人的什么刚性需求刚需，一起努力吧。你最近在找室内装潢公司吗？我查到一个有趣的资料讲给你听，就是说民众在找室内设计公司最讨厌遇到的几个状况。来，第一个，设计师承包商收款后跑路，对吗？这确实很糟糕，因为这等于是装潢蟑螂，这就要打诉讼了。可是房子还是拆在那边很讨厌这样。不过我知道有一家不会这样，因为他几千万的门市，在家装潢都是老板自己买自己装的有那个财务的实力。那现场也有直接可以挑瓷砖、挑板材的地方大门市找得到人，跑不掉。那真的做爆了的话，也兜得了底都还赔得起。第二点是施工不良，日后漏水我都施工了还漏水，这也确实很麻烦，因为都住进去了嘛。那到时候为了要修漏水，可能还影响到邻居搞得家里又要变工地。不过我知道有一家不会这样至少豪宅案子也是敢委托他们去做。那第三点是恶意追加费用，预算严重超支，这个也是很糟糕，就是通常是发生在那种跑单帮的设计师就他是先低价报价，然后把案子接进来，然后后面再一直加，反正我都拆下去了，那你不加也不行，就会感觉像被绑架一样。这个我观众也反映过非常多这种情况。不过我知道有一家不会这样，因为他们就做10几年了那这个案例上跟那个施工上跟他的售后去看他的 Google 评论评价就知道了。你刚刚看到的画面全部都是他们家以前施工做过的案例照片。接下来我都放完工后的照片给你看。先说结论台北市、新北市地区的朋友，反正就是蘆洲，他们店在蘆洲，蘆洲开车30-40分钟之内可以到的地区，那家里要装修或者自产的要装修，就找这一家室内装修公司先问问看。汉一室内装修，因为我有认识老板，那又加上很多双北的朋友在请我推荐室内设计公司，双北什么老屋翻新隔套老公寓预售屋交屋要整理要收租的，我就推荐这家汉一室内装修。汉一陈老板案件经验非常丰富，他给我历年来的施工照片，案场超过100场照片超过27000多张，我都不知道怎么挑那加这个 LINE 可以跟助理先描述你的需求，甚至直接传屋况的照片，初步谈一谈之后应该就会去丈量了室内设计是这样就你找谁不是找，就是找而已嘛，就是怕被骗怕被敲而已嘛那我推荐我信任汉一陈老板。那你的房子要装潢那就找汉一室内装修，先加他们先去问一下。双北装潢就找汉一室内装修，买房阿元推荐，总是
比在外面乱找还要安全一点。现在就加赖的 ID 是小老鼠HANYI汉一。